嗨，欢迎探索维多利亚的生活。那今天这期影片，我要跟大家报告，博士班开学之后呢，我的一些心得。先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上次的这支影片，也就是实验室的研习的课程，最后不是有个测验吗？我顺利通过了，耶！首先，我觉得博士班的第一个挑战啊，就是上课的时间很不规律。那其实博士班的课程跟硕士班大学部比还是少非常多的。以我为例的话呢，我这个学期大概只有4、5堂课吧。那这4、5堂课里面呢，有的是每周上课，有的是每2周上一课，然后有的甚至是老师没有实体课程，就是最后只要交报告就好了。那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课程这么少，应该是很爽才对啊，为什么会说这个挑战呢？其实上课的时间是很不规律的，那代表你的生活作息也是要非常谨慎，就算是缺课了，老师也不会提醒你，你只会在最后学习成绩才会发现。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就有点手忙脚乱，就是有时候可能上课记错时间啊，或者是说，该上的课没上到啊，或提早到啊，这种千奇百怪的状况都有。我的同学好像也多多少少都碰到这个状况，因为我不是全职的学生，我有一份正职的工作，我是开店的，所以基本上我不能影响到开店的时间。在那一天上课的时候，或者是有 meeting， 或者是说有报告的时候，我就必须要提早开门。这个相对的话，也会造成说我必须要提早起床。有出社会工作一段时间，朋友都会知道啊，睡眠其实非常宝贵，能够睡饱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。那现在为了要兼顾课业，我又必须要缩短自己的睡眠时间，其实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啊。不过我想，可能我还有一些时间是没有效利用的吧。比如说我回去的时候，总是会浪费很多时间这边刷影片啊，看 YouTube 啊，或者是说看一些没营养的东西、文章之类的吧。说不定我可以把这些时间省下来，赶快把事情做完，然后早点睡觉。那下一个最大的挑战啊，就是英文的使用率非常的高。我虽然念过2次硕士啊，但是这次博士班是我有史以来遇过英文挑战最大的。包含什么呢？就是上课的时候，然后 seminar 专题讨论的时候，全部都要英文。所谓的英文，并不是只有你的投影片或是讲义是英文，连老师讲课，还有你上台报告，全部都是要用英文。我以前在念硕士的时候，基本上投影片跟讲义是英文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啦。但是连上台都要全讲英文，这个对我来说，其实我会觉得还蛮硬的。除此之外的话，国际学生的比例比硕士班高非常多，跟他们沟通其实，也是需要中英文夹杂。这些国际学生有来自非常多的地方，其实我是觉得蛮有趣的啦，可以跟很多不同国家的人交换一些生活上的心得啊，或者是一些有趣的事情。不过他们中文再怎么讲，毕竟还是会有一个坎嘛，对不对？毕竟中文是全世界最难学的语言，所以我们应该好好去加强一下英文。我未来也是有打算要去国际年会啊，去发表一些研究啊，去做一些演讲啊。那要做演讲的话，英文是很重要的，不然第一个你讲话都不通顺，人家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；第二个的话就是台下如果有人问你问题的话，结果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又听不懂，那不是很尴尬吗？开学到目前为止大概2周，我觉得挑战最大的应该就是前面讲的生活作息还有英文能力这2块。不过我蛮庆幸的是，实验室的能力我好像是没有什么退化啦。对，这样很庆幸我硕士班的教授们呢给了我非常确实的训练，所以这些技能呢都还深深的刻在我的骨子里面。学长姐上礼拜带着我重新熟悉实验室的时候啊，我觉得那些技术其实稍微回想一下。我之前是怎么做的？其实我蛮快就上手了。这个地方呢，也要跟教授们说声谢谢。好啦，以上就是开学到目前为止呢，我的一些对于博士班的心得。之后我会在我的频道继续更新更多相关于博士班念书做研究的内容。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，或者是说有什么意见的话，也欢迎在留言区下面跟我留言哦。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下次见喽，拜拜。